朋友们，之前呀，中文互联网上曾经疯传过一张康波周期发财图，很多人都好奇这张图预示着什么时候赚钱。还有些朋友想知道，这个外国经济学家研究出来的发财图啊，适用于中国吗？更关键的是，我们现在处于康波周期的哪个阶段？普通人要怎么顺势而为？今天呢，我用最简单的大白话解释一下康波理论，帮你破译这张康波发财图的财富密码，结合中国当前的实际数据，给你一套冬末春初的财富布局策略清单。首先呀，康波周期是啥？它的全称呢叫做康德拉季耶夫长波周期，是前苏联的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在1920年代提出的理论。他说呀，经济大概每40到60年就会出现一次超级繁荣到超级萧条的长周期循环。而且呢，每次康波都和技术革命、信用扩张以及人口结构的变化密切相关。大白话说，就是这位前苏联的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在100多年前就发现，经济总是繁荣崩盘再繁荣，循环往复。总有一些人在大萧条时期也能暴富，也总有一些人在繁荣时期还能倾家荡产。而这一切呢，都和一个真实存在的东西有关：经济周期。康波周期像一场四季轮回。春天呢，就是复苏期，这个时候战争或者危机结束，新技术引领增长，投资回升，经济开始复苏。夏天呢是繁荣期，这个时候呢，技术革命大规模的应用，信用扩张，资产价格上涨，通胀压力逐渐累积。秋天呢是衰退期，这个时候呢，投机过热，泡沫破裂，信贷紧缩，资产价格回落，开始去杠杆，经济放缓。冬天就是萧条期了，这个时候呢，债务违约潮，企业倒闭，失业上升，经济触底，催生新一轮的技术革命。当冬天过去，康波周期又重新进入春天。历史学者大致认为，第一波康波周期呢，发生在1780年到1840年，引领增长的新技术是蒸汽机和工业革命。第二波呢，发生在1840年到1890年，铁路和钢铁时代。第三波是1890年到1940年，电力、化学工业、汽车。第四波呢，发生在1940年到1990年，石油、汽车、消费电子。第五波呢，就是1990年到现在，信息技术和互联网革命在领导。那在这张康波周期发财图里面呀，A 点代表的是恐慌崩溃年， B 点是繁荣高点， C 点是最艰难的最低点。做投资 C 点买入， B 点卖出即可。那为什么不是 A 点呢？因为恐慌和崩溃的时期就好像四季里的秋天，距离繁荣的夏天要等的时间还太久。而 C 点呢，是复苏的前夜，属于冬末春初的时刻。已故的中国经济学家周金涛在这个理论上还提出，每个人的一生其实也是一场康波周期。60年一个甲子，人生掐头去尾。年少时你不懂，也没有财富积累；年老时你精力体力跟不上了，所以呢，你真正能抓住的机会顶多3次。但是你只要抓住1次，你就能实现小康；抓住2次，你就能财富自由。可惜的是天妒英才，周期天王周金涛已经在2016年英年早逝了。那关键来了，现在的世界和中国，我们走到哪儿了？我认为如果第5次康波周期呢，从1991年开始算，衰退期是2004到2015年左右，萧条期2015到2025年左右，到现在呢，正值第4象限，向复苏过渡。那对应图中的 C 点最低年份附近，2032年左右，相对最佳布局的区间就是2024到2027年左右。所以当下2025年的7月，我们处在冬末春初的试探期，全球正处在第5波康波周期的尾声，冬季的后期，最冷也最接近春天的时间点。技术革命放缓，债务泡沫积累，全球经济进入去杠杆的阶段。但是各个国家分化加剧，而中国呢，目前处在第5轮康波周期的衰退末期，复苏前夕。如果你能在此阶段做好精选的布局和资产配置，就有可能在未来的1-2个康波岁月当中呢，抓住从灰冷到温暖的最大机会。历史告诉我们，即使央行和政府努力干预，康波周期依然无法被彻底消除。原因有3个，第一就是人性周期，贪婪和恐惧交替，牛市时候疯狂加杠杆，借钱也要往股市里面冲，而熊市的时候呢，恐慌去杠杆，拼命割肉逃跑。第二就是技术周期重大的技术革命不会连续发生，每次技术红利都需要时间的积累。
第三就是债务周期，信用扩张有限，债务雪球越滚越大，最终呢只能以违约和重组告终。美联储可以调节利率，短期影响经济，但是无法改变人性和技术的周期性。最关键的来了啊，康波周期和你我的钱包息息相关。繁荣期也就是夏天，投资股市、房地产风险资产收益较高，但是也最容易过度加杠杆导致泡沫。衰退期的秋季呢，资产价格高位震荡下行，需要降低杠杆保持流动性。萧条期的冬季，大部分风险资产的价格暴跌，现金为王，但也是抄底高质量资产的最佳时期。到了复苏期的春天，信贷恢复，新技术行业崛起，适合重新布局长线投资。普通人不能改变康波周期，但是可以利用它。在繁荣时期呢，谨慎乐观，避免盲目加杠杆；在衰退期呢，减少高风险投资，保留流动性；在萧条期呢，果断抄底高质量资产；在复苏期呢，敢于布局新兴行业和优质股。真正的财富机会啊，往往诞生在康波的冬末春初。你需要的不是猜顶部和底部，而是用周期思维布局人生和投资。为什么我说当下的中国经济反弹潜力正在酝酿？从数据上来看 ，PPI 的降幅开始收窄了，通缩见底信号显现，是反转的前兆。第二呢，政策边际效应开始加强了，稳增长的政策频发，房贷优惠、消费补贴在全国范围内推行。第三就是全球资本重置，资金寻求性价比，中国作为制造链的核心重新获得了世界的关注。第四就是科技、ESG 等行业的春季红利正在酝酿当中，虽然尚未爆发，但是信号已经出现，而这正是最冷也可能是最底的窗口期。那在这样一个冬末春初的时刻，普通人和投资者应该如何具体布局呢？在冬末的当前啊，应该配置高流动性的现金、短债加优质精选成长股。到了春初就打开股票配置，尤其是科技、消费股。春中到夏初可以增加海外资产配置和跨国投资布局。那么中国经济的春天什么时候能到来呢？当你看到 PPI 不再下跌，甚至开始上涨， CPI 回升到2%以上， GDP 增速回升到5%以上，并且显著持续，一旦这些指标出现啊，将标志真正的春季到来的投资窗口打开。朋友们，经济周期啊，不会因为我们不理解它就消失。康波周期就像季节一样循环，唯一能做的是让自己成为懂季节的人，在寒冬积蓄力量，在春天开始起跑，在夏天收获，在秋天变得保守。如果今天你听懂了康波周期，记得点赞、收藏加关注。我是素，用简单的语言帮你看清全球财富涨跌背后的规律，让普通人也能在周期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机会。